国难当头，老将军倒是睡得踏实。臣上了年岁，人老较多，请陛下恕罪。宋国厉兵秣马，群臣惶然，没有老将军能泰然安睡。可是有什么扶危救难之计？臣有上中下三策，为今之上策，请陛下清理土地、军民、钱粮，造册明白，据30州之地，已归宋国，使宋主兵不血刃，抚定江南。老将军的上策朕明白了，却不知中策、下策又如何？坐以待毙，不如先发制人。龙翔军成军已有2年，宋军水师舰船皆在江陵。臣愿效吕蒙白衣渡江之计，提调龙翔军，溯流而上，乘其不备，一把火将其周阁焚毁于水寨之中。龙翔军乃是国家在长江之上的凭记，失了龙翔军，朝廷便失了长江之险。亡国之危顷刻眼前，朕不能拿着整个国家去冒险，却不知老将军的下策又是什么？下策便是割让江州、洪州等江右诸州，与东南钱氏联吴越以抗赵氏。足下究竟是何人？何事相邀啊？孙东主，别来无恙。太尉，许久未见。船要沉了，想觅一条活路。秦淮社名震江南，为东南3大社之一。如此大一桩富贵，这李元清为何要投献于我？此老是个明白人。南唐有灭国之危，覆巢之下，绝无完卵。那时候，秦淮社几10年的经营生意，免不了会被黄龙社一口吃掉。李元清自幼跟随杨行密出道，行走江湖5、60年，自然不想临近耄耋之年没了下场。那他为何不索性去求父王？这正是其精明之处。他与你父王是几10年前的旧识，深知你父王的性情。若真的将秦淮社交在你父王手中，以你父王的性情手段，只怕不足1年半载，这偌大的营生人事便会被吃得干干净净，捐地不剩。那时候你父王甩个闲差，荣养一生，这不真成了失了爪牙，没了羽翼的大虫。
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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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采石矶，采石矶，宋军克采石矶，距京师仅160里。你什么情报和准确？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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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镇海军、湘阴军一并西调，往援采石矶。郑延华、白河州兵马都部署此前月。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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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。太尉，枢密催促发兵的基地已经第12岛了。要死的人一刻都等不起了。哼，走吧，这条路走了60多年，也该走到头了。大王，郑延华动了。镇海军全军皆动，镇海军、江阴军都动了。图。郑延华为河州行营兵马都部署，杜真为行营都监，两军全军西调。现如今江宁以东止于江南的常州军兵力不足6000。江左3州，由此处到江宁500里路程，门户洞开。大王，古谚有云：“天欲福取，反受其咎。”江阴军那边，阿平准备的如何了？阿平妥当。宋军攻克了采石矶，将战船以铁索相连，在江面上架起一座浮桥来。南唐朝廷拜镇海军节度使郑彦华为河州行营兵马都部署，将镇海军、江阴军尽数西调，以斥宋军。老将军，老将军，世子殿下的机会来了。什么机会啊？臣下说过，世子为监国，不当做的事情，万不能做。我便是依了老将军之言，这才做了许久的泥胎木偶哑巴。臣下还有第2句话：揽在手中的军功，万不可弃。军功，先武肃王开国造基，靠的是军功；文穆王承嗣王位靠的是军功；
便是如今的大王能在20多年前权臣桓嗣之下坐稳王位，靠的也是南征福州的开疆拓土之功。天下纷乱，一锤100年，兵强马壮者为天子，当了世子，未必能做吴越的大王；进了相府参知政事，也未必能继任得这东南之主。能决定大王身后大位的，只有军功。大郎兄在军前，要立军功也是他最得便。我一个整日看这印匣子的哑巴世子，哪里有立军功的机会呢？有的，大郎君能做的，无非是提举良末、阵前斩首的微末之功。世子要立的，却是为我吴越开疆拓土的不世之功。老将军是在说什么笑话吗？世子，请看，宋军已然攻克江州水战，大江南岸的江州、池州、歙州、洪州、饶州、信州，此时必然军心浮动。老夫在金陵盘桓了几十年，这些州县的长吏大半都有些交情，只需一封大王的诏命在手，此6州顷刻之间便可更易其职，由南唐李家的郡县变为我吴越前世的疆土。国家要亡了，从武中王到当今天子，从大吴到大唐，前后91年，国祚巍巍，多少袍泽斩头沥血，才撑起这一片锦绣江山。如今他要亡了，老夫今日想问上一句：这个90年来让尔等安享供奉的思国思民，还有人愿意为他一战吗？这是吴越钱家小儿的招降本告，上面压着吴越前王的印玺。尔等当中，若想要寻得一条出路，只需告知老夫，老夫就把他送到杭州去食他钱家的俸禄，去苟全他的残生。老都头，您说的可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你若想要活命，只管弃了兵权，去了杭州，高官厚禄不敢保，做个富家翁还是有的。可都想好了，现下留下来的，就全当自己是死人了。这阵子，老夫一直在想，一个几代人筚路蓝缕，用血和肉建立起来的国，如今国祚江中，还有人愿意为他去死吗？我知道，天子昏聩，不似人君。为了江宁城里那个稀烂的朝廷去死，莫说是诸君，便是老夫也是不愿的。这毕竟不是他一人之国呀。
这不是他李氏一家之国，这是自大唐纷乱以来，在杨武忠王抚民定乱的盗旗之下，浴血鏖战的数十万将士用自己的血和命拼杀出来的安身立命之国，是江南千万市民耕读劳作，一砖一瓦，一粥一饭建立起来的子孙绵续之国。先武忠王崩殂那一年，老夫只有11岁，身量还没有手中的木枪高，被选入黑云长剑都，指配给老王牵马。那年出征，老王在马上，老夫在马下。老王问我，这辈子可有什么念想？我说，能吃饱，能吃肉，活着能有一间屋，死了能有一垄坟。那时候小啊，尊卑都分不清楚。我问老王，他这辈子可还有什么念想？老王说，他快死了，若有来生，唯愿托生在一个太平之国。为了这样一个国，诸君愿意随老夫一道去死吗？前王招降了江右诸州和龙翔军。正是，老夫为行营都监，奉前王之命，与元帅合兵江上，共击江宁。贵官在吴越身居何职啊？老夫年迈，平日无所执掌，挂一个环卫官的名衔，在西府荣养而已。环卫官，宗室。哼，老夫钱元林，武肃王第23子，文穆王亲弟，当今前王叔父，吴越国右牵牛卫大将军是也。给老将军看座。诺。本帅南来之前，却未曾见前王向天子奏明此事。本来老夫也是不愿意理这些俗事的。元帅大军来得太快，朱令晕的龙翔军位于元帅的威名，不敢贸然出来请降，这才一纸书函送到王都。老夫与朱令晕之父朱匡业乃是旧交，念在救人之谊，才勉为其难。遣使赴生州东南面行营，取了前王教命，又日夜兼程赶赴饶州，取了龙翔军的兵权。朱某既是请降，
原该向朝廷王师致书，而后率军中将校自负军门，以示归顺之诚。那朱家小崽子和军中将校本亦如此，只不过是苦于没有门路，才央求老夫做个中人。若无老夫作保，龙翔军10数万将士，恐有长平之忧啊！煌煌王师，岂能为如此不祥之事？10年之前，因杀降而生了益州之乱，也是煌煌王师。钟学，老将军也别激动，暂且回偏帐歇息。那老夫就先行告辞了。这中间隔着李氏10余万兵马，联络不畅。若要何晏总需月余10日，军令城下，时势等不及了。这文书上的印，确实是真的。虚职环卫官，去了龙翔军。这一天脓疮生在后面，总是不自在，左右要把他接了。元帅这是打定主意了，早早处置了，合兵江宁城下，了却了这一桩战事。元帅，龙翔军舰上升的是吴越旗。钱家那位宗亲何在？回禀元帅，在营中进食，抱怨肉太粗，酒太酸，又打一尾江鱼来吃。传令下去，矛枪、弓弩、火箭准备。动。钟学，在。你去对面船上打探一下虚实。诺。太尉，江面上有东西，这边也有。太尉，谋划妖撤！快撤！撤！众将听令，点火！升降！钟学呢？回禀元帅，太尉围着军舰守卫。那前世宗亲，给老子带上来！回禀元帅，那人不见了。去给老子找回来！找不回来，你也别回来了！诺。
传令下去，命后面的船只掉头张帆，全速回撤。前排的船由横阵变为纵阵，后排的船从侧面包抄。进攻！禀元帅，太尉带领我军从南北两面突围，包抄贼船，贼军一路溃败之势。命弓箭手全数朝着龙翔旗舰，给我打！别急，快一点！一边！此事总需有个交代。你想要什么样的交代？又想让谁给你交代？这上面的印玺，总须做不得假。报！启禀元帅，镇东、镇海两军节度副使吴越国使臣孙承佑求见元帅。前王的意思是说，招降文告和这些除兽札子，都是吴越国世子所为。世子，也是受李元清这个贼子所蒙蔽。既是如此，前王只需将李元清的首级送来，足以告慰碗口之战战没的将士英灵。周巡，可现在谁知这贼子逃去何处了呢？却不知前王将如何处置世子。